时隔6年多，美国在本周与新加坡在华盛顿召开战略伙伴对话，讨论多项双边与区域议题。与此前不同的是，双方会后联合声明首次纳入台海议题。为何涉台话题成为美新两国关切点？两国表态存在哪些差异？来看看报道。此次战略对话由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新加坡外交常务次长蔡爱博共同主持。双方于会后发布联合声明，涉及诸多区域议题，包括台海局势。针对台海局势，美方首先强调，美国一直以来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重申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呼吁两岸分歧应和平解决，并表达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举动。新加坡方面声明则表示，稳定的美中关系对区域及全球和平、稳定及繁荣至关重要，美中应维持开放沟通管道，以降低误解及误判的风险。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这是自2012年召开美新战略伙伴对话以来，双方会后联合声明首次纳入台海议题。今年3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率团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双边会谈。当时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仅强调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争端，未提及台湾或台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畅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联合声明中涉台部分双方分开表述，存在明显温差。美方的表述呢，实际上是他一贯的这种错误的立场，然后违背一个中国的这种原则，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然后损害这个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而新加坡方面的立场呢，则显得这个比较对这个台海局势这种紧张的这种局势，保持比较冷静、比较客观的这么一种态度。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官员近期又开始集中炒作涉台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26日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又炒作所谓武统议题。这是近期美国最高外交官再次炒作台湾议题。他在1周前曾表示，中国大陆已决定加快统一台湾的进程，时间线可能比预想的快很多。因此，外界认为此次在与新加坡会谈时强行将台海议题纳入联合声明，很可能是美方在故意带节奏。其实美方最近不光是布林肯，其他的一些美方高官也有类似这样的表态。他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言语去渲染这种台海的紧张局势。他想达到的目的呢，其实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他说给美国国内听，就是满足国内的所谓的一些挺台派的一些态度和看法。第二呢，也是说给盟友听的，然后最后呢，可能也是说给中国听的。其实他的这些表态呢，从他的意思上呢，就是想让中国去，或者说让世界吧，去误判这个台湾的这个局势，然后把责任呢都推卸给中国。其实这个用心呢是相当险恶的。实际上，新加坡在涉台问题上的表态一直相对清醒，并一定程度上在中美之间扮演了协调人的角色。今年9月，新加坡外长维文在美国亚洲学会演讲时明确发出告诫，从一个冷静的第三国角度来看，中美关系中缺乏战略互信。他在演讲中特别就台海问题提点美国。I think the ultimate focal point for this is the Taiwan Straits, which is the reddest of red lines.强调这种深红线，其实也表明新加坡对于这种台海问题的处理认知还是比较慎重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过去曾经对于这种两岸关系也是有一些积极的建设性的贡献的。包括之前的这个王谷会谈，包括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和当时的这个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会谈也是在新加坡举行，所以他在这方面呢也能起到一些特殊的作用。维文将自己形容为去中国的常客，在过去1年里曾4次访华。在中国之行中，他观察到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坚定自信，捍卫国家利益的行动也越来越有力。维文指出，中美之间持续缺乏战略互信，可能会引发事态螺旋升级。We can only hope that cool heads and good sense will prevail, and they will avoid the possibility of mishaps, miscalculations, accidents, or worse,
getting into an escalatory spiral. 彭博社此前报道称，新加坡是亚洲最强烈呼吁美中避免破坏性冲突的国家之一。本月18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警告称，中美间脱钩问题令人担忧，此举可能会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这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后果，可能削弱经济合作、相互依赖和互信，最终或导致世界不稳定。这不是李显龙第一次作此呼吁。早前访美时，李显龙出席了《华尔街日报》编辑对话会，他呼吁美方谨慎处理对华关系，要朝更有建设性的方向前进。5月，他在参加美国商会举办的全球经济复苏论坛时，再次呼吁美国接受中国崛起这一既定事实。新加坡财政部长黄循财此前在出席美国智库机构讨论时也强调，美国尝试围堵中国，将中国排除出国际体系外，只会让中国下定决心自力更生，最终吃亏和受伤的还是美国自己。In our view, a more stable and a less tense and a constructive configuration is for both China and the US to have overlapping circles of friends. So I want to emphasize this metaphor. Overlapping circles of friends rather than a hard line or a new wall. 实际上，中国外交政策始终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也一直保持着高频率优良互动。10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国家驻华使节。王毅表示，中国将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内外政策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为全球复苏提供可持续动力，以负责任态度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不懈努力。中国将继续视周边外交为对外关系首要，把东盟放在优先位置，愿同东盟国家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共同迈向现代化。今年东盟国家将主办20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3场重要多边会议，全球治理迎来亚洲时刻。中方愿同东盟共同努力，为地区和全球治理做出亚洲贡献，彰显亚洲力量。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美国与新加坡在第5届美新战略伙伴对话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纳入台海问题，您如何看？其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昨天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已经说得非常露骨了。他说，美国跟中国博弈的手段，就是要通过加强与盟国的伙伴关系，来塑造中国的外部环境。具体到台湾问题，就是要在印太乃至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针对台海的小圈子。根据这个战略设计，拜登政府在将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英国乃至北约拖入到台海局势的浑水之中后，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把近在咫尺的东盟10国也给拖进来。而在东盟10国当中，美国首先要拉拢的对象就是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在东盟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就是美国要将台海问题纳入美新联合声明的根本原因。不过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大家千万不要被美国给忽悠了，以为只要这份美新联合声明中提到了台湾问题，就意味着新加坡也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一样开始介入台海局势了，尤其是屁股坐到美国那边去了。事实上，虽然美新号称发表的是共同声明，但在台湾问题上，美新完全是在各说各话。声明中明确指明，美方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呼吁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而新加坡根本不接美方的话，新加坡所重申的是，中美要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以减少误解和误判的风险。也就是说，新加坡方面没有提到台海2个字儿。很显然，充分意识到了台海局势复杂性与敏感性的新加坡，为了避免得罪中国大陆，小心翼翼地在台湾问题上跟美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不过，在美新发表联合声明之后，很多西方舆论都说，这意味着新加坡也开始介入到台海局势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拜登政府仍然在企图以打擦边球与浑水摸鱼的方式，
把新加坡给绑架进来，要让外界误以为新加坡已经介入台海局势了，甚至是误以为在台湾问题上，新加坡已经选边站队，站到美国一边了。